彭德怀同志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大家抗美援朝。首长好！38军军长梁显初，政委刘希远。首长好！39军军长吴新全，政委徐秉忠。首长好！40军军长温玉成，政委袁世平。首长好！42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彭德怀愿意跟大家一道，在朝鲜战场上齐心协力，打胜仗，打漂亮仗。古有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今有彭总点将，将星云集。一场旨在重塑东亚地缘格局的立国之战，在此刻被推向了命运的最高潮。当彭老总临危受命，空降沈阳时，他要面对的是人类战争史上极度悬殊的国力对抗。此时，作为首批入朝部队，101麾下的四野百战精锐38军、39军、40军、42军在此已全部集结完毕。面对钢铁洪流般的联合国军，他们能否打好入朝的第一仗？而这群未曾亲手带过的四野悍将，彭总又如何在不确定性中以最快速度铸就绝对的指挥权威？1950年10月的中南海，毛主席将千钧重担交给了横刀立马的彭老总。彭总受命后一刻都没耽搁，直奔沈阳，迈着沉稳的步伐，这位万军统帅走进了那间决定国家命运的作战室。同志们辛苦了，首长辛苦。简单的问候化解了初见的紧绷。作为一位长期在西北征战的统帅，空降指挥以四野为主力的志愿军，不仅需要中央的威信，更考验其个人的御将之术。面对满堂将星，彭总并没有高谈阔论，而是展现出了极高明的战时心理学。他首先将目光投向了为战役做足前期筹备的副手。彭总好。邓华同志啊，你是我们湖南老乡当中的将才。一句看似寒暄的话语里，不仅瞬间消融了将帅初见时的坚冰，更在此刻向全军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最高统帅对邓副司令此前繁重的先期筹备工作给予了毫无保留的背书与肯定，这是在战前建立核心指挥圈层、信任基石的关键一步。副司令员洪学智同志。彭总好。洪学智，我知道你当年投粮，就属你洪大个子，后勤抓得好。彭总在意了。后勤是现代战争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在美军掌握绝对制空权，我方保障条件近乎于零的异国战场，后勤补给的成败直接决定了生命线能否存续。彭总一上来就点出洪学智将军的后勤能力，并亲切称呼他的外号，这不仅是对他昔日筹粮奇功的历史背书，更是当众为后勤部门赋予了战时最高优先级的绝对权威。这种极具江湖气又不失分量的肯定，直接将最重的担子交托给了最能扛事的人，迅速消除了临阵换帅可能带来的工作迟疑。副司令员韩先楚同志。向彭总报道。对于韩先楚副司令，彭总先是点出了他在陕北战场不听指令、打定边的冒险往事，随即又肯定了他在解放海南岛的赫赫战功。彭总这先抑后扬的话语里，既是欣赏韩副司令打破常规、敢打神仙仗的果断，也是隐晦敲打这位悍将，提醒他在异国血战中，个人的果敢必须服从志愿军总部的绝对指挥。参谋长谢芳同志。彭总好。哎呦，大名鼎鼎啊！谢铁嘴、谢诸葛。谢铁嘴与谢诸葛的笑称，不仅是对参谋长谢芳卓绝才智的认可，更隐晦地交代了志愿军参谋系统未来将面临的极端复杂性。在未来的朝鲜半岛，志愿军不仅要面对残酷的阵地战，更要在复杂的国际斡旋与友军协同中寻找生存空间。统帅的谈笑风生，实则是为参谋长定下了运筹帷幄的基调。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彭总。杜平，江西小老表，咱们是又见面了吧？没有冗长的寒暄，没有冰冷的官腔，面对政治部杜主任，彭总一句亲切的江西小老表，直接点破就交，瞬间撕开了森严的上下级的疏离感。这种快刀斩乱麻的务实沟通方式，极其贴合战前争分夺秒的紧张节奏，用最直白的情感纽带，迅速打造出一个能够高效协作的指挥氛围。彭总，见见我们的战将，38军。首长好。这是四野最锋利的尖刀群，38军作战勇猛，39军最善打硬仗，40军执行军令从不打折扣，42军更是战绩辉煌，曾一口吃掉了廖耀湘的主力军团。38军呐，是我们的老部队，是四野的王牌军呐。希望这次呢，在朝鲜战场上再创佳绩，保证完成任务。对于这些心高气傲的百战名将，彭总深谙高级将领的心理，他采用荣誉激发的方式，当众将王牌的头衔高高挂起。这既是对过往战绩的极高尊崇，更是给他们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将终极目标死死锁定在打胜仗、打漂亮仗上，用简洁亲切的口音打破陌生感，瞬间将所有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尊严死死绑定在了同一个战壕里。就在志愿军指挥链条构建的同时，那支秘密入朝的先遣队带回的战场实况便如一盆冰水，狠狠浇在了所有人的心头。北部的几条主要铁路干线和桥梁都已经被炸毁，火车已经无法完成运输任务。东线情况也很不乐观，1、2级公路破坏严重，大部分已无法通过。前线传回的情报无异于志愿军后续作战的地狱级剧本。铁路与桥梁是现代战争中输送重火力与大部队的主动脉，如今动脉被炸毁，3级公路更是寸步难行。这意味着野战补给完全倒退回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更原始的运输模式。而此刻的五角大楼内，美国高层的一通电话彻底暴露了他们内部的剧烈分歧。Let's just hope that you haven't put us all at an immeasurable risk by your little maneuver. We'll see about that. 威尔逊的语气中充满了难以掩饰的焦虑与对苏联的忌惮，可傲慢至极的联合国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完全无视了我方发出的禁止越过38线的严正警告。他之所以如此目中无人，是因为绝对的装甲集群的碾压。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新中国的胜利从来不是靠外在的装备，而是每个英勇战士的钢铁意志。而此刻，面对侦察小队传回的地狱级报告，彭总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零散的资源和巨大的火力劣势下，做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艰难决策。参谋长，到。如果我们现在要秘密渡江，25万人，利用晚上行动，你估计要几个晚上？最多3个晚上，争取2个晚上。2个晚上，25万人，这是一个极高难度的军事部署要求。在这组极限数字背后，隐藏着残酷的战术逻辑。志愿军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强敌，唯一的胜算就在于绝对的突然性。他们必须赶在美军强大的航空察觉前，完成犹如神兵天降般的兵力投送。但如此庞大的兵团要完成这惊天一跃，留给后方筹备的时间周期也必须被压缩了。邓华同志，到。如果从今天算起，部队需要准备多少天才可以入朝？现有的4个军应该说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当然，如果再能多个10天半个月，会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我们现在是在和时间争分夺秒，10天吧。是，就10天。就10天，是邓副司令对彭总的承诺，也是对数十万志愿军将士生命的交代。这一决断虽然冷峻，其背后却是战场上分秒必争的生死时速。随着美军机械化部队以惊人的速度直逼中朝边境，我军若晚入朝1天，就势必会在缺乏纵深防御的劣势下付出成倍的鲜血代价。彭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估计10天的时间恐怕不够啊。10天之内，准备20多万人的后勤保障，这不应该有问题。彭总，我力争。不是力争，而是必须。是，保证完成任务。力争与必须两词之差，是常规思维与战时军法的激烈碰撞。彭总以雷霆之威，强行将后勤主官的潜能逼到了极致，因为他太清楚了，在朝鲜那个摄氏零下40度的战场上，这20多万子弟兵一旦断粮，整个防线将不攻自破。粮草的问题用军令强行压住了，但横亘在志愿军面前最绝望的武器代差，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在10天内填平的。现在最要命的呢，就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和美军比起来呀，相差的太大了。这样一来呢，我们入朝啊，一开始呢，只能打防御战。面对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钢铁洪流，彭总清醒地认识到，志愿军无法在开局打出大兵团的机械化反冲锋，而咱们可以依托山地进行战术隐蔽，然后利用夜战和近战消解敌人的地空火力网，最后积攒底牌，实现反扑。这是立足于底线思维的绝对战略定力。而要将这种极度微操的防御战术执行到极致，作为全军的大脑，最高指挥所的位置成了战局推演中最具争议的焦点。从安全角度考虑，志愿军司令部能不能够设到鸭绿江北？邓华同志，我不同意。邓华副司令的提议完全合乎兵法常规，将中枢设在鸭绿江北的国土内，足以保障统帅的安全。但彭总那句斩钉截铁的我不同意，彻底打破了常规战争的指挥定律。在没有任何现代化通讯中寄予制空权掩护的绝境下，前线战场每一秒的情报延迟都意味着成建制部队的覆灭。统帅必须用最坚决的态度打消所有人的避险侥幸。指挥所不但要建在朝鲜，而且必须要建立在朝鲜战场的最前线，将指挥所顶在炮火连天的最前沿，
这是统帅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换取战场指令下达的绝对时效。这位身经百战的钢铁统帅，用这种近乎决绝的涉险之举，向所有将士传递了同生共死的最高军魂。彭总，我们已经向所有参战部队下达了命令，赴朝参战人员一律不得暴露自己的行动和意图，否则军法从审。好，就这么定了。这道杀气腾腾的军令是中国军人向死而生的最高宣言。这支隐秘而伟大的志愿军军队即将迎击的不仅仅是遮天蔽日的飞机大炮，更是零下40度的极端严寒以及几乎断绝的后勤生存困境。在一场堪称天崩地裂的开局中，他们的首要目标甚至不是击溃敌人，而是如何在狂轰滥炸中坚强地活下去。这是一场英勇无畏的生死博弈，拼的是一个民族100年的尊严，拼的是新中国不可撼动的未来。在此向所有志愿军先辈们送上我深深的敬意。这里是无解千句，咱们下期解析入朝前的三方博弈。